肥锅肉是一道家喻户晓的川菜，其做法呢也是多样化的，食材也是多样化的。今天我们用这一块五花肉给大家分享一道非常经典的川式回锅肉，炒出来除了香，基本上就只剩下下饭和好吃了。做肥锅肉，很多人第一步就搞错了，第一步不是煮肉，而是要把皮给它治一下。这样子吃起来才没有皮腥味。把锅烧热后，猪皮朝下，在锅里面不停的蹭至焦黄，现在把它挂洗干净就可以了。清洗干净的五花肉先下锅把它煮熟，丢上一点姜葱、料酒、干花椒。香料的话，先准备一点子姜，搬下来每一个的给它清洗的干干净净的。烧开过后打去浮沫，然后转小火给它煮个20来分钟就可以了，煮至8、9分熟。处理干净的紫姜，打斜刀切成片。厚薄的话就是尽量薄一点。嫩姜的话是我们四川这边的独特食材，很多地方都买不到。想要尝鲜的朋友可以在网上买一点，真正的是好吃。不管你是拿来泡，还是拿来凉拌，或者是拿来炒，或者是像我们今天一样的炒回锅肉里面放，都是好吃到爆那种感觉。这里还准备了几根蒜米儿，因为这个季节嘛没有蒜米儿，如果买不到的朋友可以用青红椒来代替。五花肉已经煮来差不多了，老板还丢了一个蛋在这里面来煮，露出来自然晾凉就可以。葱蒜再来切上一点，再放几捆允川豆豉。煮好的五花肉现在来切一下，有点厚，我们抬一点下来，这样子炒出来就更安逸了。尽自己的能力稍微切来薄一点，一般情况下就是2毫米。这个肉它是没有煮熟的，我只煮至了8分熟，炒出来才更香。如果肉煮太趴了的话，它炒出来就没那么香了。这个回锅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哈，它就和咱们的米饭是一样的，天天吃它都不会腻，给个几天不吃的话，就会有点想那种感觉。抬下来的这个并不是不要了哦，也是切成薄片。看见这个肉也很安逸，肥瘦肥。食材全部都准备好，还是老规矩，先休息哈哈再炒。为什么我一休息我就想摸这个手机呢？炒肥锅肉啊，有的朋友用2刀，有的朋友用五花。一般的话，在我们四川用做的肉比较多，然后在省外的话用五花肉比较多。我个人更倾向于做的肉，做的肉稍微肥一点，炒出来更香。但是五花肉呢，瘦的又会多一点，吃起来的话又比较化渣。反正各有各的口感，根据自己喜好来。正宗的肥锅肉是用的做的肉啊。既然手机都拿到了，我们还是刷点短视频，看点美女。这些都是对嘴型的美女。现在来炒起，95号的菜籽油一点点，把锅润一下，防止五花肉下锅的时候粘锅。肥锅肉的话是川菜里面最下饭的菜，我觉得哈是没有之一，不知道大家赞不赞同？赞同的朋友在评论里面打一个赞同。把锅润好，下入五花肉，先用大火爆炒，把它的油脂炒出来。五花肉炒至微微的卷起，下葱蒜豆豉，来一点川式甜面酱。这个川式甜面酱，它和北方的甜面酱有一定的区别，因为它是寒的。北方的甜面酱的话，会甜度高一点。回锅肉的3大灵魂是什么？大家知不知道？就是咱们的豆豉、甜面酱，还有一个就是豆瓣儿。现在来一勺四川豆瓣儿，全部都炒香出色之后，下入紫姜，还有蒜米老扣，先用大火拨转。大约煸炒1分钟后，下入蒜米叶子，调味一点糖、鸡精。回锅肉不用再放盐了啊，再放盐的话就会挂寒。
继续用大火翻炒均匀，就可以关火出锅喽。下饭香，一个字，香。非常好吃的子姜肥锅肉就做好了，榛子炒出来是脆爽鲜美又下饭，做法呢也是特别的简单，尤其是搭配子姜的肥锅肉和我们平时炒的青椒蒜米儿，口感上面完全不一样，我个人觉得更加升华了一个档次。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告一下，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撒个。不要吹口哨喽，快吃饭喽。子姜好吃。姜嫩。回锅肉你喜欢吃的呢？子姜回锅肉，可以说是回锅肉中的爱马仕。我还挺喜欢吃回锅肉的扛把子。哎呀，那大郎这个给你吃，我对你好噻。你一般有什么目的才会这样子？爸爸，哎，你长胖一点好打妈妈。我打不赢，你应该多吃肉，你就打得赢了。他每天都欺负我，看到没有？小朋友都为我打抱不平啊！他要为你打抱不平。好香啊，这个子姜。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。这肉好吃。我在减肥。我看你黑的炒过去炒过来叼瘦肉吃，你在减肥就在叼肉，我只是没说出来而已，你还好意思说你在减肥？放屁！我看见下面炒了几块这种瘦肉起来吃了，你在叼姜。你看我夹一块瘦肉起来，他又夹走吃了。为什么你炒的牛肉又老又嫩又柴还不好吃？其实方法没有掌握对。为什么饭店的炒出来就那么滑嫩呢？今天呢，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四川这边饭店最常见的炒牛肉，细嫩爽滑，并且还简单下饭。想要炒牛肉细嫩爽滑，关键第一步是选牛肉。在选择牛肉的时候，我们尽量选择牛里脊或者是牛鳞，这样炒出来它才会比较嫩。第二步就是要把牛肉表皮的这些筋膜全部剔掉，像我这样子。为什么我剔这么厚呢？因为剔下来之后可以拿来红烧，如果剔得太薄了，剔下来就不好处理了。所以我剔牛肉一般的话，都会把肉片得厚一点，下次烧的时候方便一点。如果不剔的话，大家想一下哦，这种筋膜你炒出来怎么可能熬得动？怎么可能不硬不柴？第一步就是要把这个牛肉切成丝。一般情况下都是切2粗丝，最好是把它冻一下，就是早上买来中午吃的话，给它冻过2个小时，冻嫩一点，那样子切出来就会好看一点。切牛肉的时候，只有一点要注意的是什么？大家应该知道了吧？就是要顺着纹路切丝，它才不容易断。如果你逆着纹路切的话，就很容易断。我们在切片的时候就必须要逆着纹路切，这样子切出来的片才咬得动。这样切出来的牛肉丝还算可以吧，虽然不是切得很好。饭店里面一般一份牛肉丝2两就够了，太多了你吃不完，吃不完你肯定就会说不好吃。你说了不好吃的话，别人下次就不会去了，包括你也不会去了。就让你少吃一点，吃到心里面那个心欠欠的，把你吊着。香料就准备这个四川特色的子姜。很多朋友不知道子姜是什么，就是嫩姜，很简单。先给它清洗干净，再丢几块小美辣进去一起套起。这个毫无疑问肯定是切丝了，因为牛肉都是切丝的嘛。我们在平时做菜的时候都有一个这样子的规矩，就是丝配丝，丁配丁，条配条，片配片。看到这个子姜，我都想起了一个事情，就是今天晚上的话，饮料温了。清洗干净的小美辣，
从中间对破切开，既增加颜色，也增加一个鲜辣的口感。这是我们内江自贡一带炒牛肉必放的。再来一个小青椒，就这样子打斜刀切成丝。泡椒再来切一点，先切一下之后再剁碎哈，尽量把它剁来融一点，炒出来颜色好。姜蒜配一下之后给它剁碎。牛肉丝来码味，胡椒粉、盐、鸡精、料酒、蚝油。这个码味是牛肉炒出来鲜嫩入味的关键，大家一定要看仔细了。先下手给它码匀，让牛肉丝把这些全部都吸收进去。当我们抓至非常粘手的时候，加入一点水豆粉。饭店里面的话，它量比较多，一般会加一点鸡蛋清。再次给它码匀就可以了。最后来一点油封姜，码匀。加入油是让它下锅之后快速能够滑散，不会粘到一坨。现在打一个味汁，毛毛盐、糖、鸡精、酱油、毛毛醋，丁点儿水，再来一点淀粉，搅拌均匀过后，把它扩到一边避孕。一定要把下面的糖搅化哦。我们不管是在炒牛肉丝也好，还是炒的猪肉丝也好，都适用于今天的这个方法，炒出来真的是细嫩、爽口，并且鲜美。先休息一会儿，因为我这个人做菜大家都知道的，比较摸，老本是说摸，有点意思。看到别人都已经开饭了，我还没开饭。这个人今天吃的什么？这个人吃的是火锅，旁边还摆了一盆牛肉。这些图标是盗的啊，如果是盗图发的话才搞笑。看到别人吃，我也饿了，把菜炒起，今天晚上喝点饮料。想要炒牛肉滑嫩不粘锅，我们正确的第一步是要把锅治一下。有的朋友炒菜喜欢用那个平底锅炒，我前两年的时候也用过一段时间。那个平底锅炒出来的菜始终是没有锅气，始终是怎么说呢？但是煎东西确实是方便啊。炒菜我个人觉得缺少点什么。油温烧至70%热，把锅拿起来晃动，让锅的内壁涂满热油，这样子持续过1分钟，就算把锅治好了。现在关火，让这个油冷却，油温冷至3-4成热，下入牛肉丝。快速的给它哈散，看到没有，一点都没有粘锅巴，是不是非常实用的方法？这个时候大家没什么事情，先把收藏点一下，再点一个赞，保证下次才能够找得到。滑散之后，下入准备的小料，这里面我额外加了一点豆瓣啊，豆瓣和泡椒搭着一起炒，这样子的话颜色更好，口感也香。全部都炒香出色后，下入紫姜，还有小美辣，大火先拨断，最后烹入调好的滋汁，淋上一点明油，关火出锅就可以了。非常非常的安逸哦。最后撒上一点香菜，美味继承，牛肉配香菜嘛，非常好吃的紫姜牛肉丝就炒好了。真子炒出来细嫩爽滑，紫姜脆爽鲜美，开胃爽口又下饭。做法呢也是超级的简单，大家可以看得到亮汁亮油，还非常的漂亮。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告一下。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撒个，看到没有？说干就真正的是干了。先吃点这个牛肉丝，好嫩好巴适哦。
不要看我放了几个小美辣啊，实际吃起它的辣度的话，属于微辣。好久都没有喝这个饮料了，感觉好爽，主要是这个菜很爽。这样子的菜就是家常小炒，下酒下饭。尤其是这个紫姜，现在已经9月了，到后面天气凉快了，就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了。且吃且珍惜吧。多的也不说了哈，今天这个方法不知道大家学会没有？没有学会的朋友啊，可以反复观看的视频，保证你能够学会。咱们今天到这里就差不多吧，我是想念，下期见，拜拜。